没有五彩斑斓的黑，但是有五味杂陈的苦。一提到咖啡，大部分人想到的便是苦。人的味觉对苦味极为敏感，对于咖啡的苦大致分为酸苦、焦苦、涩苦，而好喝的咖啡，苦味却是一种浑厚、香醇的感觉。那么，为什么你的咖啡这么苦？产生苦的要素有哪些？主要有3个要素：咖啡豆自身、烘焙度、不同的制作方法。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咖啡豆中苦的成分是什么。咖啡豆中苦味的来源主要有2个：咖啡因和绿原酸。咖啡因是咖啡特有的物质，也是人们咖啡成瘾的原因。虽然咖啡因是苦的，但对于一杯咖啡苦味的影响很小，大概只占10%。更多的苦味来源自另一种物质——绿原酸。绿原酸又名咖啡单宁酸、杜仲绿原酸，这种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。苹果、葡萄等诸多水果也含有绿原酸，其中咖啡生豆的绿原酸含量最高。咖啡豆在烘焙时，绿原酸由于加热，水解成奎宁酸和咖啡酸。奎宁酸的风味偏向于酸苦，而咖啡酸则偏向于涩苦。绿原酸的水解大概会在1曝时结束，水解的同时，奎宁酸和咖啡酸也会发生反应，生成的产物主要是绿原酸内酯。Thomas Hofmann，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食品学教授，他在论文中称其为令人愉悦、有品质的咖啡苦味。而到了深度甚至重度烘焙，便会生成苯基林氮。Hofmann 用苦味强烈且会残留在口中来形容它，这就是为什么烘焙度越深，咖啡越苦。绿原酸在不同品种的咖啡豆中含量也不同，阿拉比卡绿原酸含量在 5.5% 到 8%， 罗布斯塔的含量则在 7% 到 10%。此外，罗豆的咖啡因含量也更高，这就是为什么罗豆更香也更苦。如果想要一杯不是那么苦的咖啡，可以选择一款咖啡因含量低、烘焙度浅的豆子试试。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咖啡的制作过程对苦味的影响。在萃取时，咖啡中的各种物质其实是同时开始溶解，但溶解的速度却是不同的，其中酸味溶解最快，所以萃取不足的咖啡酸味最明显，苦味的物质溶解较慢。正常萃取时，苦味并不会被完全溶解出来。土耳其咖啡和摩卡咖啡因为温度太高，萃取时间长，苦味充分溶解，味道会格外的苦。以意式咖啡为例，意式浓缩的味道以浓烈、醇厚而著名，在品尝时会有厚重的苦感，在苦味后会有明显的回甘。但是当这种苦是一种刺激、久而不散的苦，就说明这杯浓缩过萃了。过萃的字面意义是指过度萃取，超过了正常萃取的范围。一杯过萃的浓缩咖啡会格外的苦，而且苦的让人难以接受。那什么叫做正常的萃取范围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意式咖啡的金杯萃取。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金杯的标准认为，萃取率在 18% 到 22%， 浓度在 1.15% 到 1.45% 的咖啡会更好喝。在这个范围之外，风味都会有所欠缺。而当浓度和萃取率超过这个范围，便会使咖啡变得尤为苦涩。影响一杯咖啡风味的因素主要有4个：咖啡生豆、水质、烘焙、制作，其中生豆和水质所占的比例最高。当你的咖啡怎么调整都不太满意的时候，不妨换种豆子、换种水试试。